这个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然后进来还要经过这一个草丛，相当茂密的草丛哈。然后我的东西暂时先放在这个地方。对，没错，今天又是属于一个室内的空间哈。这绳子，然后还有这些镜子，锯子，夺魂锯。这个椅子，感觉都让人家觉得说这地方以前应该是还蛮有规模的吧。然后这个地方一堆画啊，还有一些椅子啊，布拉格超级城市。我也蛮想去布拉格的，那是拜神的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进来这个地方开始做拍摄的时候，外面的狗就一直叫个不停哦。看到这个没有？对，印表机，跟我之前去的那个地方很像。它这个地方也是类似一个办公室哈。这里是不是有流浪汉住过啊？有棉被，又有啤酒。可是我之前来并没有看到流浪汉的痕迹啊。好，这幅画上面有一些文字，所以说我就没有拍到那个地方。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那是一个饭店的示意画面哈。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房子，但都空，东西都已经杂乱成这个样子了。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地上还有很多文件哈。而且外面狗不知道在叫什么，真的好吵。刚刚来的时候都没有叫。好，至于这个地方有为什么会废弃，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废弃呢？其实很简单，人去楼空。那为什么人去楼空呢？很简单，因为没有这个钱。这个地方呢，早期预计想要开发成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度假海景中心。海景大饭店，哇，光听起来就非常美好。然后我的东西暂时先放在这个地方。台湾的对，没错，法律是属于一个室内的空间，还有银行，还有环团，要开发要经过这3个东西，甚至不止4个东西，因为还有当地的居民。因为当地的居民其实是以捕鱼为生，并不是以做观光业为生。句子，而碰到这么多的一些阻挠之后。这个度假村计划也被搁置了，当然搁置的时间一长，而你又投了这么多钱下去，最后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就人去楼空，然后废弃了，因为钱也没了，这个计划也没办法持续下去。以前应该是蛮有，就变成这个样子吧。而变成这个样子后，就有许多绘声绘影的传闻传出来。那至于是什么样的传说呢？我下一集告诉你。好，听完这边的故事之后，
其实大家有看到这些图片吗？这些图片就是没错，就是要开发这个度假村的一些那个示意画面哈。对，你看这些示意画面，而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会议室，是它留下很多的一些办公的文件。那当然，因为这个地方它上面都有写地名等等之类，所以说我就不会很清楚的带到它上面哦。那这地方是 CD 要去做宣传用的水壶。好，接下来我们到2楼。这样的洗手间。最近拍摄真的很痛苦，要戴口罩，所以我那个流汗流到整个都湿掉了。2楼比较凉，应该说是比较阴冷吧。对啊，这个是好像想要在这边做度假村的一个 Pacific Island Club 太平洋岛屿俱乐部。对啊，都是那个海边的一些那个介绍。其实这个就像我刚刚在跟大家讲的，致力于发展这个地方观光客，是最后难产这样子。红包这红包里面应该没有东西哈。对啊。浴室设备，就是盖饭店需要，也有可能这些东西吧。没错，这是一个那个开发的一个据那个总部哈。只是拿民宅做总部，某方面来讲应该也是一个住家啦。可是上面银行上面要写名字，那这个就不拍了，要不然到时候来上马赛克。房子的窗户用的好奇怪，为什么用那个等于等号呢？这边全部都是文件呢，我看一下这个好像是喇叭的那个网子为什么这有都拍地上？因为它所有东西都丢在地上哈。对啊，这好像是喇叭那种网子不知道还是那种壁画之类的。本票看样子，会计部门都是钱千算万算都没有想算到都是钱的问题。人有梦想很好，但是呢，碍于这些钱的问题，其实真的有时候很多人也走不过去，我可以承认。因为像现在疫情这个样子，确实也是不好过哦。尤其是业务那边也停了，少了一份收入，确实蛮难过的。但是我还是会持续拍摄给大家看。还有渔网。对啊，越晚这边的狗叫的越夸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个国际大饭店的什么简报资料，这里真的很多要拍得很小心，因为这不小心就会拍到一些关于环境的资料哈。好，2楼其实也是故事发生最多的地方，2楼跟3楼。那至于这个地方
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跟传闻呢？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废弃了，因为没有钱。而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过去？据说，因为要开发这个计划的负责人，他为了这个计划跟银行贷款了非常非常多的钱，好几个亿。听说，因为这地方非常大，那因为碍于这些法规，还有地方的一些人民，甚至还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他没有办法，钱也还不出来，最后只能在这屋子当中选择走上绝路。听说是喝农药，实际上是怎么样不清楚。好，自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他也废弃了，对不对？废弃了之后，就有人说，晚上骑车经过这地方的时候，常常会在2楼还是3楼的一个阳台看到一个黑影在那边徘徊。然后呢，就觉得很奇怪，想到这废墟怎么会有黑影，就报警。就警察就跟他讲说，你是不是想要耍我们？因为他们进来一个人都没有，他也觉得奇怪，就没有放在心上，然后就想说奇怪，会不会是警察进去之前那个人就跑了？后来他又看到一次，就看到这个黑影之后，他马上就一直盯着这个黑影，再打电话报警，跟警察讲说，我这次真的在这边看到一个黑影，可以请你们来看一看，这地方没有人住。那警察就半信半疑的，好，我在了。然后他那个人就守在门口，就要怎样吗？他看到黑影还在。警察也进来，他跟着警察一起进来，说他在3楼看到一个黑影，就进来之后到3楼，然后有个人守在门口，没有人。他跟警察讲说，这不是我误判，因为这个连警察都看到了。那当然，这个事情就开始慢慢在当地流传出去，大家都传闻说这里有一个黑影。那当然也有吸引一些年轻人来这个地方探险，就年轻人据说来这个地方探险，当然就是东西很多嘛，然后就是杂嘛，然后东西摸来摸去的，很不尊重这个样子。最后听说，那一群年轻人又哭又爬离开了这个地方。还好附近有一座庙，跑去拜拜之后，听说就没事了。那当然听说了，庙里面跟他讲，你到人家家里面，你去乱破坏这些东西，你被人家整也是刚好而已，不要那么的白目。好，那这2个故事呢，其实听完之后，听说还有一个，那这一个就是说，有人曾经就是看它废弃了，就把东西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只敢白天来拿，晚上绝对不会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后面的仓库它被锁起了。那据说好像那个男主人不知道是在那个仓库被发现的，但是又有人说是在2楼喝农药那个走上绝路的。然后呢，那些听说那个公司的那个老鸟都不愿意来这个地方拿他们所存放的一些东西，都是找菜鸟来，然后菜鸟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有一天来的时候，听到这房子里面有脚步声，那脚步声哒哒哒，然后听进去很恐怖嘛，然后这个是个废墟，他觉得怎么办才好，然后他就慢慢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之后，还是脚步声徘徊在2楼，最后他真的受不了了，他就再往2楼看一看，没有人。然后这时候天也慢慢黑了，他就在那边跟他僵持不下，因为他觉得说，因为他这个毕竟不是合法的使用。他就不能让人家发现，然后最后打电话来说，你怎么还卡在那个地方，怎么还没把东西拿过来？他说2楼有人，他说你不要管了，你赶快东西拿来就走。东西拿走了之后，2楼那个人一点反应都没有，而听说那个人回去也大病了一场。好，那这边的故事就讲到这边为止，我们接下来把剩下几集看完吧。好，讲完这边故事之后，还有传闻之后。外面的狗像发疯似的一直在叫，越叫越凶。
到3楼了，树的声音，这感觉好像是狗狗在打群架啊。3楼给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住家了。这边的狗狗好生气吧？是我吵到他们了吗？我不知道，但是先把3楼的景拍完吧。据说就是在这个露台看到有黑影在徘徊着。这间也空了，然后呢？那个仓库拍不到，但没有关系。今天环境介绍部分就先做到这边为止。拍完今天这边的一个环境，我必须说啦，钱这个东西真的是人为五斗米而折腰。有一些人想要赚钱，我可以理解，为了生活，但是就这样子自己走上绝路，其实也是相当的可惜。当然，台湾在风土民情之下，有一些地方开发案确实会变得比较难，加上政治斗争上面难上加难。那其实看看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把那些度假村盖起来，美轮美奂的，它不但制造就业机会，也创造当地一个很好的观光产。这种东西你说它不好吗？或许有些人觉得不好，但是我觉得，假如说它不会太破坏这周边的环境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是可以的。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玩，不是也很好吗？这是我的想法。那当然，有些事可以挡，那有些事我觉得就不用太牵强。时代在进步，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得上时代？毕竟观光产是属于无烟囱工业，不是吗？好，我是勾商的秦明，那今天环境介绍就拍到这边为止。明天有沟通部分，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